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家的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7季第7集。今夜是赌博的扑克之夜，辛巴一边哼着歌，一边戴上手表，有人欢喜，有人愁。同样参加这场扑克酒局的人还有老谋子，他试图用酒精将对手全部灌醉。没有参加牌局的辛小妹也十分开心，因为她参加的音乐营过了海选，哪怕她发现小新在她的视频中脱裤子跳舞，也能忍住不生气。辛巴打了声招呼就要出门，辛巴再三提醒他打牌得有个度，不然裤衩子输没了可就完蛋了。辛巴表示那当然，我玩的可是友谊局。这时辛小妹抱着父亲撒娇，告诉他自己成功入选乐队，只要辛巴在赌局中赢一大笔钱，他就可以去音乐营了。辛巴表示当然，你爹我穿了好运来 T 恤，今晚的赌神非我莫属。随后辛巴美滋滋的来到了赌局中，发现这场聚会居然还多了一位他不认识的女性。老谋子热情的介绍，这是莱尼百老汇的天才歌手莱尼，也是老谋子的约会对象。两人一番调情下，赌局开始了。在烟雾缭绕的扑克室内，有些人胜券在握，有些人还在听扑克牌的初级教程。辛巴摸起扑克牌，心中狂喜，天哪，满堂红！此时他大脑中一片欢呼，只要赢下这笔钱，辛小妹就有钱去音乐营了。大脑发出响应，赶紧的趁这个机会控制住自己的表情，然后在众人没注意之前将这个彩头拿下。辛巴，摆出你的臭脸来！大脑的指令才下完，辛巴却因为一手好牌，嘴角翘上了天。他起身大喊：我要加价，你们都别跟，这样我就赢了。辛巴说着一伸手，把桌上的筹码抱回了怀里。这时一旁的兰尼却打断了他，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对自以为是的人说不。于是兰尼大手一挥，将自己价值5000美元的小金人奖杯赌上了。说着兰尼就喝高了，晕了过去。辛巴手中捏着满堂红的好牌，心中很是紧张，但他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，于是毅然写下了5000美元的欠条。老谋子揭开兰尼的牌，兰尼靠着4个10赢下了牌局，他一下子就醒酒了，带着奖金和老谋子去快乐约会了。只有辛巴感受到了什么叫从天堂到地狱。众人散场，辛巴只有无尽的痛苦，而那位看教程小哥终于扔出了自己的2块。辛巴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，就像闯了祸的孩子一样，当你想要蹑手蹑脚掩藏一切时，总显得那么无力。一个皮带就将辛妈从美梦中惊醒，看着丈夫躲躲藏藏的眼神，辛妈直截了当地问，你输了多少？辛巴实话实说，5000美元。妻子吓得当场狗叫3声。所谓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给辛巴这个输钱的狗男人，他只能捂着脸落泪。而房间内的辛小妹的美梦也被打碎。小辛大抵是法国来的，比较缺德，不但没有安慰，还嘲讽了辛小妹不切实际的想法。第二天，辛巴在酒馆内和好友说起这件事，众人纷纷出谋划策，但几乎没有什么卵用。只有老谋子提议让他在休息日的时候邀请兰尼去家中参观，他看你这么惨，还有想孕3胎养孩子，或许就大发善心，不要拿5000美元了呢。辛巴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于是真的在休息日邀请了兰尼到家中做客。一家人穿着正装坐在桌前，听兰尼讲述自己年轻时候的爱恨情仇。辛巴很捧场的哈哈大笑。这时小新在一旁摆出一副哭丧上吊脸，辛巴生气的将他拽到一旁，让小新赶紧拿出自己的拐杖卖惨。小新才不干，一个反手就用拐杖砸伤了辛巴的膝盖。辛巴只好捡起拐杖自己开始卖惨，但演技太差，气氛一度僵持。这时辛小妹突然问莱尼可不可以为他们一家展示一下才艺。莱尼一口答应了下来，带着辛小妹在客厅弹钢琴唱美声。一旁的小新听得很是没劲儿，莱尼唱的情到深处，辛小妹的萨克斯恰到好处的点缀了他。莱尼很吃惊，认为辛小妹是个小天才。面对莱尼的夸奖，辛小妹也不装了，其实她一直是莱尼的粉丝，还收集了女神的每一张专辑。面对小粉丝如此捧场，莱尼十分开心，表示可以让那5000美元一笔勾销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把辛小妹交给他。众人扭头看向辛妈，只见她面色一沉，莱尼赶紧解释，只需要1个月左右。辛妈直接拒绝了，辛爸果断地站在了妻子这边。莱尼不断夸赞辛小妹，说他很看好小妹的天赋和智慧，想要邀请辛小妹成为自己的全
国巡演的演员。辛小妹万分激动，还有这种好事的吗？当然辛妈是不会同意的，她正打算将兰妮轰出家门，辛小妹却站出来祈求她不要拒绝，毕竟当初辛妈都同意她去音乐营1个月的时间了，现在有一个更好让她出名和学习的机会摆在面前，为什么要拒绝呢？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神，辛妈最终还是答应了，但一旁的小新还在拱火，年纪轻轻就进了娱乐圈，以后还得了呀？这下辛妈又担心了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辛小妹就被兰妮的家常林肯接走了，兰妮带着她在旅馆里住了1宿，看得出来她很疼爱辛小妹，但她并不会为她读故事书，而是传授她一些没什么用的娱乐圈生存技巧。兰妮亲自带着辛小妹去大剧院见巡演的导演，对方在听见辛小妹的演奏后，立刻让她入选了。小妹很快就登上了报纸，而家中的小新正在帮辛妈调试视频通话，辛小妹却迟迟没有接通。小新已经开始猜测，进入娱乐圈的辛小妹是不是已经开始抽烟喝酒无所事事了。但当视频接通后，辛小妹身后的烟雾缭绕和她嘶哑的嗓子让辛妈十分担心。而当辛小妹对着镜头外大喊给我也来2口时，辛妈陷入了震惊。当然小妹不是吸大烟，而是零食。这会儿已经到了排练时间，辛小妹挂断了电话，辛妈立刻起身，干脆的表示现在就要去纽约把辛小妹接回来。小新吐槽，你要不干脆直接在纽约买房算了，反正每次都得过去。这一家人开着车上了高速，直奔纽约。这时候的辛小妹也跟着兰妮看到了表演的大舞台，足足有5、6层高的观众席，顶楼还被眼镜仔给包场了。这时高速公路上一家人却遭遇了车轮爆胎的事故，辛爸气愤的下车大骂，你这该死的破电动车。小新无语，这汽车只是被雷劈了一下，怎么就成了电动车了？他们找到了路边的一户人家求助，对方一下就听出了辛妈的口音是春田镇的，说自己有一个基督教徒的堂弟在春田镇。对，没错，世界确实就这么小。对方热情的驾驶马车拖着他们的车辆往城里走，中途辛爸说想上厕所，这位好心人立刻停车，带着整个镇子内的教徒帮他修建了一个300米深的厕所。另一边的辛小妹和兰妮在会场进行开演前最后的彩排时，兰妮死活记不起下一句歌词，导演斥责她不要老想着新鲜歌词，想不出就凑合着唱，毕竟你已经7老80了。兰妮回了他一句，你这是鸡蛋里挑骨头。众人大惊，果然被反驳的导演震怒，一关灯大喊今天不排练了。导演和主演闹矛盾，果然引起了很大的话题。兰妮被导演的一番话给打击到了，在开演前丧失了自信心。这时老谋子带着花束来见他，他让兰妮放心大胆的去唱歌，只要他的歌词出错了，老谋子就会马上在剧院里开枪，这样明天一早的报纸就不会说兰妮演出事故，而是关注枪击事件了。兰妮点点头，老谋子的外貌给了他很大的自信心，但临到开始前他又神情紧张。这时一旁的辛小妹举起了牌子，你会惊艳全场，你是最棒的。导演走过来斜了他一眼，这可不是鼓励，而是兰妮的歌词。兰妮走出幕布，在掌声中深情高歌，结果差点又卡词了。这时候老谋子在台下举起手枪，兰妮顿时又记起了歌词。幕布拉开，在音乐的配合下，兰妮再次卡词，但这一次她硬憋了一句出来，立刻获得了众人的欢呼声。而赶到舞台外的辛普森一家已经错过了开场，在辛爸的一通忽悠下，他们才从售票员手中搞到了4张门票。辛妈抱着小新冲进了剧场，刚好兰妮的场合结束，辛小妹抱着萨克斯上场演奏，获得了全场观众的欢呼。辛爸进来后正准备带走孩子，这时辛妈却阻拦了他，因为他们看见辛小妹在舞台上的天赋了。最后舞台在莱尼和辛小妹的合唱下顺利落幕，获得了成功。辛小妹告诉辛妈，这是她过得最开心的一晚，功成名就后她成为不少人的偶像。辛妈尊重孩子的想法，看着辛小妹如此开心，她只好失落的离开。而莱尼看着辛妈失落的背影笑了笑，突然回头告诉辛小妹自己很喜欢她，但之后的演出不需要辛小妹这样抢风头的配角了。辛小妹很是委屈，兰妮却语重心长地告诉她，娱乐圈就是这样的，在你一帆风顺之时，突然来点意外让你被迫停滞。恰好导演这时也出来告诉莱尼，以后的演出全部中断，2个人的事业和梦想都被终止了。辛小妹失落地扑进了母亲的怀中，一家人再次回到了春田镇，而莱尼也被老谋子约走了。这对夕阳红游历了整个纽约，莱尼在老谋子的陪伴下越来越快乐。这次的故事其实挺简单的，从辛爸赌博上头到辛小妹一心向往舞台，最后莱尼体谅辛妈的感受拒绝了她，到莱尼被导演中断演出，3人都是得不偿失。辛爸裤衩子都输没了，还陪了女儿出去。好在莱尼是个好人，他虽然80岁了，还不愿意
从舞台上退下来，心中有梦想，但是这份梦想到后面给他的就只有压力了。后来放下表演，跟着老谋子出去玩的莱尼，不也挺开心吗？所以人呢，还是见好就收，千万不要得寸进尺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